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晚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心中有鬼才会鬼门开啊。今天是农历的7月23日啊，在民间的信仰里面呢，大家常把农历7月称为鬼月嘛。那相传农历7月初1开始啊，鬼门开啊，开到7月30号啊，就鬼门关了啦。这样鬼门开了1个月哦，所以人们才会把它叫做鬼月。这些无主孤魂跟野鬼呢，就会到处游荡徘徊啊。所以人们纷纷在7月举办中元节普渡啊，透过诵经法会呢，来祈福、普渡、施食啊等等的活动啊，还会准备丰盛的祭品来祭拜亡灵跟一切的有缘众生啊。那包括那些孤魂野鬼嘛。这个就是中元普渡的由来了。道教的中元节跟佛教的盂兰盆节呢，时间都是农历的7月15日，两者的性质其实是大同小异的都是把它当作鬼月了那这样子的观念流传了几世代，非常的根深蒂固，很难去破除啊。然而以正信佛教来讲农历7月其实是非常吉祥的，而且是充满感恩跟孝亲的月份，所以与其说7月是鬼月，不如说它是感恩月、孝亲月、吉祥月。其实佛跟魔都是自己心中所造作啦，心正即佛心邪即魔心中有佛，则天天佛门开；心中有鬼，则天天鬼门开。同理，心中有佛，不止花开见佛即使花落也见佛。这个道理叫做存乎一心其实鬼门要开或关，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只要自己的心不贪，鬼门就自动关起来了相反的，贪念一起鬼门就开了啦而如果不止起贪念还起恶念，那鬼门不但开，还开得很大，那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走进鬼门关里面了所以心中没有鬼，就没有鬼月。相反的，如果心中有鬼，则不但每个月都是鬼月还每天鬼头鬼脑因为鬼心看人，人人都变成是鬼这个跟看人的人有关跟被看的人无关都是存乎自己的一心佛法上叫做自性显现其实贪就是鬼，贪心就变成恶鬼，而鬼只是死去的人人是还没有死的鬼所以死鬼不可怕，活鬼才可怕。同理死人也不可怕，活人才可怕，因为死人跟死鬼不会作怪活人跟活鬼很会作怪。那为什么活鬼才可怕呢？因为活鬼的头脑是邪里邪气的，一般人称那些心术不正或邪知邪见的人叫做鬼头鬼脑嘛，对，就是这个意思嘛。那有人会问那要如何脱离恶鬼道呢？如何才能把恶鬼道的鬼门关起来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开鬼门跟关鬼门的人都是我们自己的，要开要关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一个人只要贪念一起，就是贪心鬼，这个时候贪马上变成鬼，那贪心鬼就出来了相反的，不起贪念就没有贪心鬼，那都没有鬼了哪里还有鬼门开跟鬼门关的问题呢？是吗？一般民众认为在传说中，当鬼门开的时候呢，就是把恶鬼道的鬼全部放出来再加上一些没有人祭拜的孤魂野鬼那这段时间呢，到处都是鬼鬼月的高峰期就是7月15日的中元节嘛，那民间就会集会举办普渡或举办盂兰盆盛会以丰盛的菜肴来祭拜亡灵超度孤魂野鬼。所以在这个月里面呢，大部分的人也不婚嫁、不祝寿、不乔迁不办各种喜庆之事就担心把孤魂野鬼呢引进门现在是7月
买房子的人跟买车的人也是减少啊，所以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啊。那这个是一般民众对七月鬼月的认知啊。其实现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社会里面的贪名、贪财、贪色、贪利等等，加上各种的欲望无止境啊。如果我们天天欲望跟贪心都在增长，那将来死后就是到恶鬼道。所以七月它不是鬼月，无奈呢，大多数的人不清楚它的由来啊，这种由老祖宗他们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呢，透过人云亦云啊，以讹传讹，时间一久呢，就顺理成章变成是充满谜一样的色彩啊，并充斥各种禁忌的月份啊。我们现在讲的鬼月，大多是佛教跟道教的版本。那佛教的版本讲的是什么？盂兰盆盛会嘛。那道教版讲的是什么？中元普渡。那这些法会的缘起跟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呢，跟他的母亲呢有关的。目犍连的母亲生前呢，很不惜福啊，糟蹋了很多食物啊，而且呢贪念很重啊，爱发脾气，心存恶念，又不修口业，待人刻薄，而且又毁谤三宝啊，所以往生后呢，去偿还生前所造的这些恶业、这些罪业，而遭受折磨啊。什么折磨呢？就是堕入阿鼻地狱啊，不能吃，不能喝，浑身饿到只剩皮包骨啊。那目犍连修到了神通之后呢，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超度已经死去的父母的亡灵啊，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那他也知道母亲生前的那种造作呢，亡灵不可能在天上的。于是目犍连就运用神通了，运用天眼了，去观看八大地狱啊，想找到母亲的亡灵啊。他经过了等活地狱、黑神地狱、合众地狱、嚎叫地狱、大叫地狱、炎热地狱、寒冰地狱啊。那这些地狱的人们呢，正在疯狂的在互相残杀，血流满地啊，哀嚎的声音震耳欲聋啊。那许多人在残杀中死去了啊，可是突然一阵冷风吹来呢，那些死去的人又活了过来哦。那活过来之后呢，再重新互相厮杀，就这样一直周而复始，没完没了。那目犍连看到这种景象哦，十分感叹呐。然而他在这些人当中并没有找到自己的母亲呢，于是最后来到了第8个地狱，叫做阿鼻地狱的。那在这个地狱里面呢，一群恶的皮包骨的恶鬼里面呢，找到了一个模样跟他母亲很相似的人啊。那目犍连一看啊，果然是他的母亲啊，头发又脏又长又乱，然后面黄肌瘦，整个人除了骨头之外，只剩下一张皮而已。那半躺在地上，连要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那目犍连立即往他的母亲的方向过去啊。他母亲看到目犍连之后呢，顿时啊泪流满面啊，一面忏悔当初在世的时候呢犯下的罪孽啊，一面恳求目犍连赶快把他救出去啊。那目犍连看到他母亲之后非常可怜，于是他就伸展神通啊，变了一碗美味的饭食啊，送到了母亲的眼前，抓起一把菜饭呢，便往嘴里送啊。可是送到嘴边的时候，这些食物却变成通红的木炭，烫得目犍连的母亲呢大叫，连忙缩手回去。那奇怪的是，这些火炭一掉在地上，又变成了食物哦。那目犍连的母亲又尝试一次，结果手又是被这个火红的木炭的烫得很痛，他这也不敢尝试了啊，只能眼睁睁的看得到吃不到啊。那目犍连要送水给他母亲喝也是一样，水一到母亲嘴里，马上变成什么钢铁洪流啊！炼钢厂那个钢变成洪流一样啊，红红的嘛，好像那个火山爆发那个一样的啊。
变成而不是可以喝的水呢。目犍连看到自己的母亲这样的悲惨啊，知道自己的神通抵不过母亲的业力啊，只好呢无奈的离开了阿鼻地狱啊。回到金舍后呢，就向佛陀求救，请求佛陀慈悲开示啊，要如何才能解救在恶鬼道的母亲啊？佛陀就说了：“你知道你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了什么罪业吗？”目犍连尊者就回答了：“我知道啊，我的母亲在世时贪嗔痴恶念很重，身口意三业不修啊，待人很刻薄，又诽谤三宝。”佛陀接着说啊：“你母亲的罪业啊，大过须弥山啊，一定要仰仗很多人的心力跟福德，才有办法救她了。”那目犍连就在问啊：“那我要如何汇集这些有福德的人来救我的母亲呢？”佛陀就说啊：“农历7月15日那一天啊，僧众们经过3个月的结下安居啊，很多人的戒定慧具足啊，修行有成啊，不但得到，而且正果，这个福德非常大。你要用最虔诚的心呢，来共生啊，结合这么多人的心力来为你母亲祈福啊，你母亲就有可能脱离恶鬼道了。”于是呢，7月15日的结下之日，目犍连以最虔诚的心供养三宝嘛，为母亲超度回向啊。这些借着这些深重的功德力啊，让地狱里的各种刑具当下平息下来啊。那许多恶鬼道的众生也因这份福德而解脱得救啊。那一直到现在呢，佛教徒在每年的7月的时候举行盂兰盆盛会，来供养三宝跟报答父母恩呢。现在每年7月，慈济也都会在各社区里面举办吉祥月啊，都是这样子的意义啊。那盂兰盆就是解倒悬的意思啦，啊，这个解倒悬的解就是什么？解救的意思嘛。那倒悬呢，就是倒挂倒掉的意思啦。啊，那些烤鸭店或烤鸡店，不是把烤熟的鸡鸭倒过在玻璃的橱窗里面嘛，对不对？哦，那个头朝下啊，腿朝上啊，肢体把它悬吊着嘛，啊，这就是倒悬呐。那人也是一样啊，被倒掉或倒挂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那要从这种痛苦中把他们解救出来啊，就叫做解倒悬呐。那把解倒悬的这个三个字啊，把它广义解释，那是意义更深邃啊。就好像说，一个人的观念或者知见颠倒了，也叫做倒悬呐。所以颠倒的知见就是倒悬啊。如果没有颠倒的知见，在形体上就不会受到颠倒的痛苦了啊。知见不正或者没有正性啊，常常觉得自己中邪啦、琢磨啦啊，而让自己啊祸障重重啦、烦恼满身啦，那这也是一种痛苦的倒悬呐，知见颠倒不正的意思啦。所以，当我们在为他们宣说正法，让他破疑解惑、转迷成悟，或让他离苦得乐，那这样就是在对他解倒悬呐啊。那这样一听，大家就比较容易了解嘛啊。那其实真正需要解倒悬的是谁？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也需要解倒悬呐啊。要做人间菩萨，菩萨自己不能先落难啊，否则自身都难保了，怎么去保护苦难众生？对，同理啊，你要去做菩萨，要导正人心，自己都自见颠倒了，都欠人家帮我们导正了，把我们净化了，那凭什么去净化别人呢？所以有时候苦难的众生不只是灾民或难民或是三恶道的众生而是我们自己啊。因此呢，解倒悬就要从我们自己的心地开始做起，先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然后依这个正确的知见去身体力行，做出正确的行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不是有贪念才会变恶鬼不只是这样子知见不正也会变成恶鬼因为知见不正很容易疑神疑鬼，不是吗？
变成疑心生暗鬼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鬼门大开啦！所以正信的观念会让我们心正邪不清也才不会让我们带着恐惧的心态呢，总是感觉到处是黑影幢幢而心生畏惧不会这样因为心存善念跟正念，就能让我们安住在当下即使别人看起来是讨厌的魔镜，我们都会把它看成欢喜的佛镜这才是盂兰盆节带给我们真正内在的意义那刚刚提到7月也是孝敬月嘛，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如果能够借着这个农历7月的佛欢喜日来做功德并思念生养我们的父母跟祖先愿他们得到佛菩萨的加持接引，这样我们的心就能够得到安稳如果我们的亲人不要说死后在阴间的地狱里面即使在人间那却身在天堂，心在地狱里面那我们的心也会有所牵挂也会很难安是吗？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国外那他们的生活过得不是很如意，那我们做父母的知道以后，心里也是会很难安稳也会牵挂不是吗？这还是指世间的亲人更何况是生养我们的父母往生之后呢，投胎在受苦的地狱里面那是更苦那这个对我们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相信大家都能感同身受了这普渡不是杀鸡杀鸭杀猪来普我们的肚子是以普遍的爱心来度化众生真正的超度不是大烧纸钱也不是花大笔钱用纸去做什么别墅汽车然后把它烧掉，那些亡灵都不知道投胎到哪一道去了，他们怎么收得到呢？那不如把这些钱拿来帮助人更有意义然而过去民间信仰的风俗习惯一直延伸到现在，造成现在民间举办普渡不但祭祀祖先，还要拜好兄弟什么是好兄弟？好兄弟就是鬼那你拜好兄弟就是拜鬼嘛哪有人在拜鬼的道理呢？所以这种不正确的观念要调整过来，否则就会变成迷信。迷信的观念把它革除掉，正确的观念要把它建立起来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除旧布新其实祭拜时有没有恭敬虔诚是看祭拜者的心不是看手拿的那支香也不是看烧多少支香或烧多少金纸不是这样子的。心诚则灵，不是吗？同理嘴巴吃素，但心不慈悲讲话口气很重虽然是豆腐心但却刀子口这样叫做口素心不素，也是一种颠倒了。那这个也是要结导弦起惑疑惑起来了，起惑就是对真理不明白对真理有疑惑有疑惑就会不信心里不信，嘴巴跟着就会怎么样？谤佛谤法，就跟穆建连的母亲一样在造业那业是一种行为不只是口业，身口意都是业嘛，就是这个意思那造业之后就等着受报嘛，像穆建连的母亲入恶鬼道受报一样从起惑、造业再受报，循环不停无有出期变成苦难的众生那这个时候就要自己懂得解自己的导旋，自己能够解导旋就是自救。这个时候法轮跟心轮都在自转了嘛，自然就能自己关鬼门跟开佛门。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心中有鬼才会鬼门开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